真的他所做的梦啊，就差这个梦还没实现。财神爷有一些精准的预言，疫情的到来，2025啊，这个大灾难会发生吗？没啦，每一年都要讲毁灭，我们哪一年毁灭呢？信仰注重在人间，今年可以去绘画，天官五财神我老板。生命富足，身心光明。Hello， 大家新年快乐！我是圆圆满满的圆心师姐，天官五财神就是我的老板。在这里，我将替财神爷把话传达给各位观众，希望大家能够从中获得启发。各位如果经常有在观看新闻频道啊，或是我们的网络自媒体啊，最近非常夯的话题就是在讲2025要世界毁灭了。原来日本有一个漫画家梦到了，就是说会发生的一些事情，还真的他所做的梦啊，就差这个梦还没实现。这位作者呢，他叫龙树亮。刚开始呢，他画成漫画，他的销量是不好的，也不太有人相信他。但是一直到2011啊3月11，日本啊发生强烈地震，这时候人们才发现，漫画里头也记载了2011 3月，因为这一件事情让漫画红起来。那漫画里头再来还有一个就是2025的惊人的大海啸到时候香港啊、台湾啊跟菲律宾会连成一个新的国土。真的最近看这些自媒体啊新闻啊，真的会被吓到，讲的都好可怕其实各位如果想一想，这个末日预言还真的每一年都有呢，不是只有今年。那说到这里，我就来跟各位分享财神爷有一些精准的预言。我们从他过去的一些精准预言我们来证明他接下来所说的话是对的。好，首先第一个跟各位分享在2019的时候我在香港帮财神爷开办课程。在香港的学员里头他们全部都很喜欢玄学，喜欢命理。在2019年的7月他们就用命理推算算出说哇，2020会死很多人呢。那个时候他们好紧张他们跑来问财神爷，在课程提问他说财神爷怎么办？真的会死这么多人吗？接下来的日子是怎么了？财神爷那时候说放心啦，不是星球毁灭啦，也不是天灾地变啦，可是这个死很多人的这件事情会持续有3年，而且伴随这3年的事件会经济动荡还有5年所以当初我们算了算，我们推敲如果是5年的话，应该就是疫情开始的2020到2022这3年是疫情年，然后再加5年进来的话，也许经济可能在2024的尾巴就差不多明年要好了。可是我们发现创业的还没有真的好起来所以后来我们想一想财神爷的预言，他真的精准预言了疫情的到来。那时候他不说是疫情，但是他所说的还真的有瘟疫，只是那时候我们没有猜到，没有解读到。那如果他这个精准预言看下来，也许这5年是从2020加3疫情走3年到2022，伴随之后的经济动荡5年是2026。我发现财神爷的预言非常准，因为真的在疫情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餐饮工作还不错呢。可能那时候国门没有开放，但是呢，自从国门开放，疫情解除，2022持续到现在，我发现2023、2024真的不好。而且不是只有我不好包含我们的财神粉丝本身是传统产业出来的，公司都要他们，本来可能周休2日变周休4日，然后薪水减半，而且公司还明文规定从2023持续到2025，然后再来像财神粉丝有在其他地方经商的都很辛苦。再来呢，要跟各位讲的第二个财神也很精准的预言，2022他说台湾会爆疫情，4月开始，虽然台湾会很辛苦，但是同年6月就解除。再来又来到近期第3个精准的预言是在2023的12月31，那个时候呢，我在我们的显德宫政府立案的公家公庙啦，在彰化市。那个时候财神爷在他的祭拜日财神粉丝面前，他说2024接下来会有2件事情发生。第一个，台湾会有大地震，但是要告诉各位不要担心你只要有信仰就顺利过关。这个有信仰指的不是宗教，财神爷要告诉我们的这个信仰是来自于我们的中心思想，来自我们的内在准备。总不能遇到灾难的时候像无头苍蝇一样乱跑，这样更惨。哪怕即使我们在灾难后，我们面对了亲友的离世，或面对了家园需要重建的这件事情，我们要明白，我们的信仰就是我们站得起来，明天会更好。我们不能因为灾难的到来，我们失去了社会的秩序。然后再来他第2个告诉我们是说火神降临会很热所以他就交代那个胖的赶快减肥胖的就是我啦还要交代我赶快减肥，要不然会中暑。各位你们去感觉一下2024这一年真的到了入秋的时候还不觉得冷，除了气候的异常，再来5行属火，火代表是人们的情绪，所以2024这一年我们发生了很多捷运随机砍人或是在高铁上争抢位置甚至是有很多我们看到的一些是人们因情绪而产生的伤害事件层出不穷，这跟火神降临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到了财神爷这3个精准的预言，我们才发现说大家都能体验到现在生活真的好辛苦1000块拿了买没几样东西就没了，连现在要赚个1000块都很不容易，
这个经济这么差，大环境这么不好，其实我本身感受性是最强的。我自己就是创业的人，然后我自己有20年的时间都走在创业的路上，从夜市啊、开店啊到开餐馆啊，我真的能够非常感同身受经济脉动。有一群财神粉丝呢，也都是创业的人，我们大家互相沟通了解，才发现到这个景气真的很不好。但是各位您知道吗？今天会有这个频道，就是在2019的时候，财神爷就已经告诉我们这些一切的状况，所以今天会开拍这个节目，是我们发现这20年的服务资历，以及包括财神爷精准的预言，不跟各位分享真的说不过去。想知道更多财神爷的理念想法，还有我们怎么做会更好，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让财神爷进入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从财神爷给的预言来看看我们的未来怎么走。这次财神爷也说了，2025这个大灾难会发生吗？没啦。一公该缴贷款的麻烦也要去缴贷款你该读书的好好把书本拿起来读好，该煮饭的去做饭，所以不要担心啦。我说到这个状态也跟各位分享财神的理念，他说2025的预言它会不会发生，我们可以改变的。怎么说？其实这就是人类的共业，人类的共业就是我们共同都在这个环境里头去感受好与坏。就好比地球暖化啦，让我们气候呈现不规则的状态，我们都深受其害，原因就是我们人类对于地球是糟蹋跟破坏的，所以很自然会有大灾难的反扑。相对的，今天如果我们让自己成为一个规矩、有礼貌、有秩序的人，就如同星云法师所说的身做好事，心存善念，口说好话，灾难就可以过去了，未来一定祥和美好。显化吸引力法则大家都听过，财神爷他有个非常有趣的诠释他说你想要什么，生命都会给你。就像是我们去餐馆点餐，如果你想吃卤肉饭，你就不可能跑去点阳春面。我们相信心想好就会变好，心想坏就会变坏。其实现在这个法则是非常的准就像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你看手机一按，全世界都可以立即收得到你的讯息。我们活在讯息场中，所以我们的意念想法很重要，想好就好，想坏就坏。大家要注意关于我们对我们的未来，我们要祝福我们自己。在这个人类的共业里头，说真的，其实也不要那么的担心，我们还是抱持正向往前走，未来很好。我们的生活都在二元对立之中有好有坏，有男有女，有对有错，有民主有共产其实多数人都要好不要坏那这样就二元对立就打起战了。再来还有一个，你们想一想，因为漫画里头有提到说，到时候台湾、菲律宾、香港会连成一片，变成一个国土浮起来这个会不会是当中无形的政治角力我们用个理念来分享，其实有神就有鬼，有佛就有魔。当佛能够成佛，他是通过魔考出来的，所以你看看当佛通过魔考出来之后，他回头是来感谢魔的呢，他感谢他的考验让他成佛，所以佛也交代后世的弟子每一场超度法会都要为魔王写个特别的牌位超度魔王。所以换句话说，魔真的是魔吗？那佛又真的是佛吗？我们不探讨是不是如此，但是我们要说的是没有绝对的好坏。所以哪怕是在人类的共业里头我想大家明白，就是我们相信我们要好，我们一定可以好，但我们要坏一定也毁灭。所以有人走向美好，有人走向灭亡，大家要注意这个灭亡跟美好其实是处决于你的心情想法，你的念头啦。所以今天呢，就跟各位分享2025灾难预言，不要怕啦，每一年都要讲毁灭，我们哪一年毁灭了？有这么好过吗？贷款都不用缴都不用吃饭了该读的书都不用读好，这样了解了吗？所以大家不要认真了严重的话晚上睡不好，白天没有办法上班，这个没有必要啦以前日子怎么过，以后就怎么过千万不要觉得世界末日要来了，我什么都可以躺平没事咯。进去的时候从右边进去，出来的时候右边的门出来，这样就对了记得不要走中门中门是神尊走的地方。当然如果要走中门，你今生把你的生命好好修炼，来世成仙成佛，我们就走中门